曹兴诚就是你他妈个骗子，而这个骗子不是今天才开始骗。30年前，在1995年的时候，当时联电董事长向曹兴诚挑战下围棋，约定一个只捐1万元，为清华募得1500万元的台币，传为教育界美谈。据了解，到现在清大应该是没有收到曹兴诚的捐款，一个1500万欠了30年，当时蔚为美谈，结果竟然是臭谈。然后这事情大家就跑去逼问曹兴诚，曹兴诚怎么回答呢？他说当时捐款支票我是直接给沈君山校长啦，我没有指定要捐给清大，沈校长可能拿去做其他公益用途，我没有过问。有捐就有捐，没捐就没捐，讲这什么干话？他意思是沈君山独吞了啦，沈校长已经过世了，他这样随口推给沈君山，这是对的吗？满嘴谎言呐，超级不要脸。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昨天呢，翁小玲突然丢了一个王炸出来，曹兴诚捐款1500万给清大了吗？从他一开始大陆女友照片的真实性说是 AI 合成是假的啦，他不仅不反省哦，还有将私密照呢牵拖到中共阴谋有关哦，这种师德不佳的人呢，竟然去当中华文化总会长的执委，真是令人不齿哦。所以呢，翁委员呢是被中华文化总会执委这事情给调出来的。那这个事情其实是相当具有争议性，曹兴诚去当中华文化总会执委哦，中华文化总会呢被曹兴诚给占领了，这件事为什么会让翁小玲那么不高兴呢？其实他的目的很简单，推崇中华文化道德哦。蒋中正他有曾经推行过一个运动，叫做生活运动嘛，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也就是呢叫做4个字：移风易俗。所以这个中华文化总会啊，是老蒋呢好把它成立起来啊，来针对台湾呢来进行所谓文化上的一种深入的一种推广的一种工作，要改易人心，让人心怎样变得更好。原本的功能是这个啊，当然啦，进入民进党时期之后呢，蔡英文就拿来推行台独，对，你没听错。然后呢，现在中华文化总会的执行委员总共有35个，总统是当然的中华文化总会的执行委员赖清德，那另外12人新任，萧美琴副总统，拓台湾电影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永昌。拓台湾是什么？你知道吗？罗马高咋个喝？拓台湾有一个很有名的总监导演叫做姚文智，所以民进党所有的企业都是环环相扣，扣在一起的。联电创办人曹兴诚，所以重点就是那个曹兴诚。曹兴诚进来的这件事情，其实让很多人很不满。不过台湾文化总会早在蔡英文时代就已经变成台独推动的一个机构了，所以台独文化总会啊，人家说你干脆改名台湾文化总会好了，干嘛一直叫中华文化总会呢？总之呢，这件事情呢让翁小玲很生气，其实让很多文化人都很生气。曹兴诚不仅师德有问题，也无诚信。卡神杨慧茹日前批评曹兴诚说要捐1亿美元抢进版面，却拿不出呢捐款明细。曹兴诚口头上喊捐款，却无捐款之事实，这不是一桩，恐怕是惯犯。杨慧茹最近真的是毛起来干曹兴诚，连续在脸书发了3篇文章，痛骂嘴巴抗中私生活的垃圾，黑熊学院院长居然被台派当成宝，真是笑话一个。他真的是气到连续喷个不停，怒到不行。更大的翻车在这里，这个超好笑炯炯 AI 模型生成组影片，这下寒冰凉凉的，当场被曹总这梗很绿变什么？这梗很烂，这梗翻车。台湾人的优点就是善良单纯，缺点也是太单纯善良。很多中国 YouTuber 就是利用这本片流量，也有过去呢高科技去舔中背叛台湾，主张统一公投，现在嘴炮捐钱一堆台派被骗，外遇舔中亲共是个人自由，胡乱什么 AI 就是把台湾人当白痴，很多人被骗这个说法除了酸人家是中国 YouTuber 之外，但是不要说跟我们一模一样根本就是一模一样，好吗？搞什么鬼呀！我的天哪，最绿的以前我们常常在跟他互呛结果呢，没想到杨慧茹现在看我们是同路人啊！哎呀，天哪，那小姑姑就小傻姑啊，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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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曹总的鸟食，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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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冲上去吃对不对？结果发现曹总的鸟食是什么？缺斤少两，说好的30亿去哪里了呢？曹兴诚就是你他妈个骗子，而这个骗子不是今天才开始骗。30年前，在1995年的时候，前清大校长沈君山为了帮清华大学捐款跟曹兴诚对弈当时联电董事长呢向曹兴诚挑战下围棋，约定一个只捐1万元。那沈君山以1万元是台币，后来才弄清楚是美金最后赢了50子就是50万美元，为清华募
募的1500万元的台币传回教育界美谈。只是清华大学后来有拿到这笔款了吗？据了解，到现在清大应该是没有收到曹兴诚的捐款，早不指望曹兴诚履行承诺了。1995年的50万美元啊，我的天啊，这不是大款项，这是巨款了吧？这一笔巨款至少目前价值超过4000万台币了，太可怕了！这么大笔款项到底要欠多久呢？这些年来，曹兴诚的言行举止啊备受争议，他其实看起来既不是殷实的商人，也不是有德性诚信人，现在又沦为民进党打手，赖清德却相当重要。他不仅担任全能性委员会顾问，还聘任他担任中华文化总会执委，发扬台湾文化，莫非是物以类聚，臭味相投吗？看看曹兴诚回忆沈金山，君子与小人之别，昭然若揭啊！但沈校长其实过世了，叫沈校长地下若有知，当不屑与这位当年与他对弈言而无信的曹兴诚。重点就一件事，一个1500万欠了30年，当时蔚为美谈，结果竟然是臭谈绯闻，说是 AI， 结果说谎，卡谁杨慧如批他捐款，说谎一直是曹贼的大惯性。那这事情爆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就开始黑人问号，有这件事吗？这就是当年曹兴诚跟沈君山对弈的照片。结果呢，清大说没有收到啊，并未收到曹兴诚曾经口头承诺的苏一木捐1万美元的捐款。也就是说呢，这个诈骗的惯犯从30年前在跟沈君山校长对弈的时候，就一路诈骗到了现在。这个家伙就是个十足的骗子嘛。所以呢，范庆明就酸他说啊，完蛋了，台湾清大会不会变成匪谍组织啊？说得好，大家还记得曹兴诚说的吗？所有质疑他的人都是匪谍，攻击我的就是共匪。钱都我出的，钱在哪里呀？曹老贼！马上就有乡民就做了一个联想，当红人物曹兴诚、曹董不止嘴炮30亿啊，给台湾防卫强化国防民防的黑熊学院说要训练30万的平民射手，300万的黑熊勇士，结果到今天捐款进度不明啊。然后呢，之前在黄光芹的访问的时候还大呛，我有没有捐款干你屁事？近期呢，小三是中国籍的30多岁小三，可能已经成为中共渗透的风险。今天又被爆出30年前蔚为佳话的苏50子要捐1500万元的清华大学，事到如今呢，依然欠缴中没捐。曹董是不是很喜欢30这个数字啊？捐款3字头，争议也要3字头的八卦。然后这事情大家就哐啷的就跑去逼问曹兴诚，然后曹兴诚怎么回答呢？这个回答也是烂到极点他说当时捐款支票我是直接给沈君山校长啦，我没有指定要捐给清大，沈校长可能拿去做其他公益用途，我没有过问。哇，超坏耶，这个超熟啦！曹兴诚有捐就有捐，没捐就没捐，讲这什么干话你啊？他意思是沈君山独吞了啦，沈校长已经过世了，他这样随口推给沈君山，这是对的吗？满嘴谎言超级不要脸！你他妈你有种，你就跟翁小林到沈君山的墓前面，当着全台湾的人就抓，最好去把沈君山的家属请来，发誓我支票给沈君山沈君山拿去我不知道。这不是曹兴诚的啦，我跟你讲，这曹畜生的啦！以前背叛张忠谋把张忠谋赶下台再来背叛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背叛自己的太太，背叛国家，背叛他曾经的好友沈校长，背叛所有的东西。这个家伙一辈子背骨仔。所以他看起来不是把不居士是背骨居士你看当时还谓为什么社会美谈，这题赢不赢就看这功夫了。这到底谁看得下去与此同时，曹兴诚在今天的早上，他不是去回应翁小林，而是怎样？终于想到叮，谢寒冰的幕后黑手是谁呢？是中共公安部。上个礼拜，我赞助3000万台币，在台北举办一场盛大的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研讨会，包括呢美加多位议员。私下有位朋友告诉我说，我目前所遭受的泼粪抹黑事件是来自中共国安部的策划。世界各地有发现，中共一再收买、打手、抹黑、抹航等方式呢，操纵各国政经学界，甚至还介入一些国家的总统选举。你说中共国安部证据在哪里？你现在指控严重我告诉你如果这真的是有，可以把谢寒冰抓走所以如果中共国安部收买了谢寒冰做打手，如果把你抹黑抹黄的话，那是可以把谢寒
寒冰逮捕，你应该检整你的证据去告谢寒冰哦。再来呢，中国国安部现在的部长是陈奕迅哦，是王沪宁的副手，前进基地在香港，常常以香港人港商名义来台湾从事灰色地带的匪谍活动。然后去年4月27号就开始扯了哦，傅昆萁率16名国民党立委到北京朝拜，就是王沪宁。傅昆萁最近又去了香港，硬是要把傅昆萁去香港的事情把它给连在一起。然后根据2024年12月11号美国华尔街日报，陈奕迅执掌大陆国安部以来，中国间谍已膨胀到让西方官员形容为令人生畏。美国官员认为中共国安部可能跟名为沿台风叫 So Typhoon 的骇客组织攻击有关，其恶名昭彰早已不是新闻。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请问美国大选有没有被操纵啊？你美国官员敢讲吗？你朝鲜人敢讲吗？被操纵所以拜登落选吗？你把它讲清楚，因为你刚才指控嘛，照你的逻辑指控叫做国家的总统选举不就是美国吗？所以中共国安部介入美国选举是要帮拜登选举还是要帮川普选举？总要选一个，讲清楚啊，曹老贼。那事实上啊，曹先生一开始就承认资料是他人给的，废话，难不成这种资料是曹先生给你拍的啊？讲这什么干话，你脑子是有问题是不是？这些都是来自中共国的资料啊，不是啊，你的小三就来自中共国啊，难不成资料来自哪里？所以照他这样讲，他的中共小三的资料在中共国安部手上，那你的小三不中共特务是什么？其中照片显然是经过合成变造，也是国安部常用伎俩。资料最后能够传到台湾谢安斌手上，经过一般复杂的运作组织，不用好不好？拜托，我实在很懒得打脸曹贼啊！传资料不需要这么困难，你啊留在传真机时代，中共国安部会选择此刻对我下手，是因为我挺身而出担任大罢免的义工，大罢免会摧毁蓝白立委的木马屠城计划，让中共不战而去台湾的美梦成空。中共国安部指挥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员刻意操作这种八卦，好让大罢免沦为大八卦，转移我们的注意力，让傅昆萁美种种通敌叛敌的行为。不是啊，转移了大家的八卦，不会转移国安局的注意力吧？不然国安局是废物是不是？那如果照你这样写的话，谢安斌可以被操纵得了的话，谢安斌是台湾在中共的地下党员，抓啊，把谢安斌抓走啊，赶快抓走啊！那谢安斌的泼粪计划呢，没有收到中共预期效果，然后他们低过台湾之上，他们现在又透过呢那位秀逗的翁小玲捏造事实，所以他想了老半天，他不敢直接回翁小玲，他只照藏到了最后才把翁小玲给端上来，然后呢想以张忠谋先生甚至以逝世的沈君山校长来破坏我的名誉。那你不是说支票给沈君山了，你为什么在你的文里面不敢写啊？还要记者3问4问你才敢说哦，因为我支票拿给沈君山，我没有问他的用途，他可能捐出去了吧？超级俗辣不要脸的脏东西，真的是曹贼，只能叫他曹贼了，没有其他名字可以叫他了。然后呢，破除中共国安部的阴谋，我这里郑重宣布，凡是有人向刑事局或调查局提供国安部在台阴谋活动线索，破获中共国安部在台组织干部者，我愿意提供1000万的奖金。不用提供啊，你直接给美国友人就好了嘛，美国友人都告诉你了。至于中共国安部的地下党员，不要太嚣张，反走过必留下痕迹，你们制造谎话抹黑抹黄，将来一定会付出代价，是齁。然后故意用一张陈奕迅后面是红色的照片，而且我跟你讲，每一篇第一个按赞的名人基本都叫做沈伯洋啊！你看这些人哈，全部合在一起啊。然后呢，徐小新自己脸书流量是假的，跑到我这里蹭流量。哎呦 ，you sure？ 然后呢，不敢直接回怼徐巧芯，然后徐巧芯就回他：你是觉得没有证据听一个不知名的美国友人写一大堆想象文就可以洗涤人心吗？你如果知道被中共攻击呢，你有没有询问他有多少人被中共攻击呢？你担任全任系社会委员会的顾问是否失职呢？对啊，而你被中共攻击入侵，你就是顾问如果连你都抓不到中共地下党员，请问谁抓得到？然后呢，到底有几个版本 ？AI 合成、中国女友、骇客入侵，选一个吧，大哥，有这样包牌的吗？骇客入侵拿到照片，还要搞 AI 变到什么逻辑？所以照片是真的，你还要告1亿吗？全台湾都在等大场面你已经被骇客入侵，你担任全社会韧性委员会的资料，是否也被窃取了呢？重大国安问题啊！曹董事长、曹顾问，救命啊！你这个顾问被骇客入侵，别说中共党员，直接讲名字，这样很没尬子影射的杀伤力最大。曹先生气了，气！当面辩论不敢直球对决，只敢远处泼粪，你真是肮脏卑鄙！一定要的啊！东学院不就会办？我100%勾选会选
选辩论，那还是你觉得我连第2阶段都不会过呢？你不是青鸟中最猛的那一个吗？怎么对自己那么没信心呢？对吗？你不是青鸟头吗？身为青鸟头都牺牲鸟头出来了，怎么不是号称自己雄壮威武吗？不要到时候变成又黑又小的青鸟头哦，要小心一点哦。然后下面当然青鸟各种攻击啊，有没有正面对决？哎呀，感谢曹董有肩膀的站出来当做靠山。哎呦，真的是小鸟们，你知道你们的青鸟头是黑鸟吗？哎呀，真不知道在干什么。然后呢，谢寒冰回答超好笑，我自首领钱，我至少还拿了照片出来证明哦。居然有人危机处理像曹新成这种，这到底是什么鬼教科书啊？好了啦，曹新成你不要再闹了啦！曹新成讲越多，不就证明自己的爆料越正确吗？那到底要跟中国什么关系？是不是被中国派来卧底骚扰台湾社会工作？讲清楚嘛！反正呢，还没收到曹新成的提告通知啊，8月17号前都可以告，就他什么时候来告？恭喜兵哥有机会直接赚1000万。其实说到底啊，曹新成真的是一个极度负面的一个示范。曹新成这种做法，相当于是不用证据就可以随便含血喷人，还好台湾人大部分是正常的。那经过我们这样抽丝剥茧啊，一边吐槽一边解答，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曹新成讲的话是毫无逻辑、毫无证据，但是呢，傻鸟们就个个要相信，也无怪乎兵哥直接呛说，那不然我检举我自己，当然是比较快。